家族聚会，老婆说加班来不了。下一秒，我手机就提示家里智能门锁被打开。我急忙打开监控，却发现家里没人。我以为是系统问题，准备关掉手机，没想到下一秒，我眼前竟然飘过一排排弹幕。啧啧，用隐身异能在家里摄像头下面和别人在一起，还得是女主才能想出来的。他绝对想不到那男人是他大哥。我抬头看向主桌嫂子，今天也是一个人来的。一股极寒的恶心直冲天灵盖。我面无表情地放下酒杯，打开了全屋智能 APP， 把家里冷气调到最低，反锁了所有门窗。主桌上的亲戚们都夸着大哥裴浩。我妈夹了一筷子大龙虾放在嫂子余念碗里。小念啊，裴浩今天去谈那几千万的合同，也是为了你们以后的小家，你别怪他没来。我看着眼前不断滚动的弹幕，笑死我了。这男主的妈还在这儿吹大儿子呢。这女主也是离谱，仗着自己能隐身，直接拉着大哥在家里隐身。前脚婉婉在微信上说她在加班，晚饭就不来吃了，后脚家里防盗门的指纹锁就传来了异常开门提醒。我还以为进了贼，急忙切到监控画面，空荡荡的客厅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可这些弹幕却撕开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快看快看，女主把衣服脱了，直接扔在沙发上。虽然他们隐身了别人看不到，但这衣服凭空出现悬在半空又掉在地上，还挺有鬼片效果的。手机屏幕上能看到米色的套装凭空出现在沙发上。我手抖的厉害，险些把酒杯里的茅台洒出来。发什么呆？跟你二叔敬酒都敬不好，你还能干点什么？大哥，你也别对裴然这么严厉，虽然他没裴浩那脑子，连个主管都混不上，但人家找了个漂亮老婆啊，婉婉多好，踏实肯干，今天还加班呢。是挺踏实肯干的，都在家里开始了。我切出监控画面，打开了全屋智能系统。婉婉啊，你既然那么喜欢在家里玩刺激的，做老公的就给你们助助兴。我把全屋空调的温度拉到了最低，地暖全部关闭，换风系统调到最大，所有的门窗全部锁死。我操，男主这是什么操作？密室逃脱之极寒地狱。是啊，这大过年的，大家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多好啊。包厢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我却觉得刚刚好。二叔喝得有点高，拍着我的肩膀。裴然，不是做书的生事，你多向你哥取经。人家裴浩可是搭上了瑜伽的大船，现在自己创业开公司，风生水起。你再看看你，就守着那个破技术岗位，一个月拿那万把块钱。裴浩那可是咱们裴家的骄傲，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经理，以后前途无量啊。那是，裴浩从小就拔尖，要不是他拉拔着，裴然哪有钱买现在的房子？我妈赶紧搭腔，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用力。房子，那套房子是我跟苏婉婉攒了3年首付买的，裴浩也就是借了我5万块钱，半年不到我就连本带利还清了。到了我妈嘴里，就成了裴浩给我买的房子。余光一直扫着屏幕，哈哈哈，笑不活了，零下体验。这俩人刚才满身大汗，现在估计要冻感冒了。男主这招绝啊，全屋智能这钱没白花。嫂子，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客气了。大哥最近谈的那个新能源项目，资料是自己准备的吗？余念手里的杯子微微一顿，她是个极其聪明、掌控欲极强的女人。裴浩之所以能起家，全靠余家的资源和人脉，连余家都查不到的东西，裴浩偏偏能拿到。原来是有个能隐身的情人去别家公司偷文件，可不是一偷一个准。余念放下杯子，语气冷了几分，她抬眼看向裴然：“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就是觉得大哥手段通天，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嫂子家大业大，可别被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连累了。操！女主冷得发抖，撞到锅了。裴浩在骂娘呢，说怎么突然这么冷？他们去开空调了，发现面板失灵了吧？哈哈哈，活该，冻死这对狗男女。这只是个开始呢，大哥。这顿饭吃的我妈眉飞色舞，她已经开始规划裴浩的公司上市后要在哪里买大别墅。到时候啊，我跟你爸就搬过去，给裴浩带孩子。小念，你们可得抓紧了。余念脸色不太好看，她向来最烦我妈催生。妈，大哥平时那么忙，嫂子管着那么大的企业，哪有空要孩子？倒是大哥最近应酬太多，总是不见人影。余念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扫了过来，我迎着他的视线毫不躲闪。他从包里摸出手机，开始给裴浩发消息。我手机上的监控软件弹出了提示音，家里次卧的抽屉被拉开了，弹幕一片哗然。快看快看！这俩人受不了了，开始找衣服穿，笑死！苏婉婉连男主的羽绒服都翻出来了，裴浩光着个大腚在房间里乱窜，找不着自己的衣服，刚才脱的时候扔得太远了。裴然，你笑什么？我爸不满地瞪着我，一家人吃饭，你拿着个手机在那傻乐，像什么样子？我收起手机，表情坦然，没什么，看到个好笑的段子，说是一个小偷偷东西，结果被关在冰库里了。叔叔阿姨，我公司还有点急事，就先失陪了。这饭还没吃完呢，什么事这么急啊？一份非常重要的竞表文件出了点问题。我知道他去干什么，去查裴浩的底。余念这种女人一旦起了疑心，绝对会查个底朝天。不行了不行了，裴浩被冻得受不了，开始砸门了。苏婉婉在那儿哭呢，说要报警。报警？好啊，我巴不得你们报警，让警察来看看大老板和自己的弟媳妇儿是怎么在别家被冻成狗的。可是他们敢报警吗？包厢里的气氛因为余念的离场变得有些尴尬，我妈忍不住抱怨：“这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就是脾气大，一点规矩都不懂。”妈，人家那叫事业心强。你懂个屁！没出息的东西！你要是能有你大哥一半的本事，我们至于要看他的脸色吗？心里计算着家里的温度，已经快2个小时了。我打开监控，
客厅里一片狼藉，地毯被卷了起来，沙发垫被扔得到处都是，连茶几上的书都被撕了用来点火。我愣了一下，弹幕开始疯狂刷屏。我天，裴浩这脑回路绝了，居然想烧书取暖。苏婉婉也是个狠人，把男主收集的限量版手办都拿去烧了。这烟越来越大了，不会出事吧？隐身有什么用啊？火又不能隐身。那堆手办是我花了好几万攒的，心在滴血，但我更多的是兴奋。烧得好啊，不烧我怎么有理由启动消防喷淋系统呢？突然，天花板上的隐藏喷头直接弹了出来，刺耳的警报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冰冷的水柱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将那点火苗浇得一干二净。我满意的看着弹幕里的惨状，绝了！直接人工降雨，10度的室温加上冷水澡，这俩人怕是要直接见太奶。苏婉婉刚才隐身都被水浇出轮廓了，水一停又看不见了。裴浩摔了个狗吃屎，门牙都磕掉了吧？我在手机上轻点了几下，关闭了喷水系统，免得把楼下淹了。因为室内的换风系统已经调到最大，湿漉漉的身体加上强风，他们现在不仅出不去，还要面临失温的危险。哎，裴然，听说你们那个小区的房子最近涨了？涨了一点。那刚好，你堂弟准备结婚，差套婚房，你跟你老婆商量商量，把这房子低价卖给你弟呗，反正你大哥有钱。我看着二叔那张贪婪的脸，真是好亲戚啊。这种事不敢直接跟裴浩提，是觉得我天生好欺负，活该当提款机。好啊，二叔脸色一喜。我紧接着说，等会儿吃完饭，大家不如一起去我家看看房子。婉婉一个人在家加班也挺辛苦的，正好大家去热闹热闹。但我知道我肯定会去的，而弹幕却在这一刻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等一下，苏婉婉跟裴浩吵架的时候，她喊了一句什么？她说怀了裴浩的孩子。我操，男主头上不仅是绿油玉，还喜当爹了。怀孕？苏婉婉2个月前确实说过自己大姨妈没来，我当时激动的一夜没睡，满脑子都是怎么布置婴儿房，怎么赚奶粉钱。我连着加了1个月的班，把奖金全用来给她买补品，原来全都是假的，原来那是个野种。好一个裴浩，好一个苏婉婉，拿我当活王八，还想让我帮他们养孩子。不急，死得太快，太便宜他们了。哎呦，那好，既然裴然都这么说了，咱们等会儿就去看看。那房子地段确实好，给明明做婚房正合适。明明就是二叔家的那个宝贝儿子，成天游手好闲，在外面惹是生非，现在结婚还要来算计我的房子。行，大家吃饱了，咱们就出发。我一边招呼大家，一边再次点开手机。这会儿家里那2个人应该已经快到极限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为了抢那条干毛巾，裴浩直接给了苏婉婉一巴掌。天哪，苏婉婉被扇倒在地上。这时候谁还管什么孩子？老子都要冻死了。苏婉婉也是狠，直接抓了裴浩一把，那血印子看得我都疼。狗咬狗真精彩，生死关头什么初恋什么爱情都不如一块能擦干身上水渍的破毛巾来的实在。我结了账，带着一群亲戚往地下车库走。刚上车，于念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压抑的怒火。裴浩现在到底在哪儿？我扯了扯嘴角，冷笑一声，看来于念已经查出东西了。嫂子，你问我干什么？你应该问大哥啊。他的电话关机了，公司的监控显示他下午3点就走了。那个新能源项目核心技术是他名下一个空壳公司转过来的，法人是你老婆苏婉婉。于念不愧是女强人，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查到这么深。我握着方向盘，语气平淡。嫂子，如果你想知道答案，现在就来我家，会有大惊喜等着你。脚下油门一踩，车子冲出了地下车库，几辆车陆续开进了我们小区的地下车库。我走在最前面，按下了电梯的按钮。亲戚们在后面讨论着房子的布局。裴然啊，你这套房子首付几十万吧？到时候按首付时的钱原价给你们。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真敢想白拿我几年的升值和装修费。二叔，房子的事儿等会儿看了再说。电梯叮的一声到了16楼，我掏出钥匙，虽然大门是指纹密码锁，但我故意拿出了机械钥匙，转动锁动的声音在楼道里格外清晰。哎呦，这什么味儿啊！我按下了门边的墙壁开关，灯没有亮，可能跳闸了。我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全家人全倒吸了一口冷气。客厅简直就像是被土匪洗劫过一样，沙发垫四处散落，地毯被水泡得发胀，茶几中间还有一堆黑乎乎的灰烬，水渍到处都是。我爸结结巴巴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家里进贼了？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手机屏幕，没有弹幕提示，说明人还在屋里。刚刚我拿钥匙开门的时候，他肯定第一时间拉着裴浩隐身躲起来了，但体力透支加上极度寒冷，他还能坚持多久？婉婉，你在家吗？我假装焦急地喊了一声，但没人回答。快报警吧，这肯定是进贼了。不用，大家先别动，别破坏了现场。其实是我在手机上切断了照明电源，我需要一点时间逼他们现形。此时弹幕终于再次出现，哈哈哈！这俩人现在正贴在主卧的门后呢。苏婉婉冻得直哆嗦，凛身都快维持不住了，一会儿显出一条腿。裴浩捂住她的嘴，生怕她发出声音。我摸黑走到厨房，打开了冰箱，拿出了几瓶冰水。来，大家先喝点水压压惊。大冷天的喝什么冰水啊？将就一下吧，谁知道家里会变成这样。我走到主卧门前，手放在了门把手上，用力往下压。既然进了贼，得挨个屋子检查一下。我提高音量，故意让门后的人听得清清楚楚。这门怎么反锁了？婉婉可能在里面，那你快敲门啊！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婉婉，你在里面吗？
弹幕疯狂跳动。哎呀妈呀，裴浩的脸都绿了，他刚才想从窗户跳下去，结果发现窗全锁死了。苏婉婉快撑不住了，地上全是从他们身上滴下来的水。男主干嘛不开门啊？直接进去抓呀！抓？直接进去抓多没意思。我要的是他们在全家人面前原形毕露。门打不开，估计锁坏了。大家先在客厅坐会儿，我去拿工具把门撬开。赶紧的，这屋子里怎么这么冷？我往水箱里加满了用来洗菜的高浓度面粉水。虽然门关着，但底下有一条几厘米的缝隙。我操控着机器人不停地撞击那条门缝，里面的水慢慢地渗了进去。同时，我给余念发了一条微信：到哪儿了？小区楼下。上来，戏开场了。怎么不开灯？小念，你怎么也来了？屋里跳闸了。余念没理他，径直走到我身边。余念看着地上的那滩水渍，眼底闪过几分厌恶。我操，有面粉水流进去了！裴浩没穿鞋，踩到了，他滑倒了。主卧里传来扑通一声闷响，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了那扇门上。什么声音？里面有人！既然有人不说话，那我就只能强拆了。婉婉，你要是没事，就说句话。门里依然死寂，但我能听到粗重的喘息声，那是人在极度紧张和恐惧下发出的声音。裴浩，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让开！余念退后2步，猛地抬起穿着尖头高跟鞋的脚，狠狠地踹在了门锁上。砰一声巨响，吓了全家一跳。小念，你干什么？门锁虽然没踹开，但整个门框都晃动了一下。余念根本不理会他们，他注视着那扇门，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裴浩，你给我滚出来！这一嗓子把屋里的人都喊懵了。小念，你糊涂了吧？裴浩在公司加班呢，怎么会在裴然的家里？就是啊，嫂子，我顺水推舟，声音里满是无辜。大哥怎么可能在我家主卧里呢？他要是不在里面，我今天就把这扇门吃了。砸！我拿起羊角锤对准了锁的连接处，哐当一声，整个锁芯被我砸飞了出去。我一脚踹开了主卧的门，屋里也是一片漆黑，手电的光扫过去，床上没人，衣柜开着，角落里也没有人。看吧，哪有人啊，疑神疑鬼的。但我却看到了地上的面粉水脚印，一大一小，从门后一直延伸到了窗帘后面。哎呀，藏在窗帘后面了。苏婉婉咬着牙在死撑，他鼻子都冻出血了。裴浩在发抖，抖的窗帘都在晃。我把手电筒的灯光移开，装作没发现异常。确实没人，可能刚才那声音是猫吧。我转过身，对着余念使了个眼色，这下该你表演了。他走到床头柜旁，拿起保温壶，拧开了盖子。既然没人，那就好好洗洗这地上的脏水。他举起保温壶，朝着窗帘的方向泼了过去，滚烫的热水在空着这中落在那片空地上。一声凄厉的惨叫在屋子里炸开，男人的惨叫，那声音太熟悉了，那是一直被他们当成骄傲的大儿子裴浩的声音。可是窗帘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烫死他！这一下至少也是个2度失控了。快看快看，要现形了！空气突然像水波一样扭曲了一下，在那片水雾中，一具白花花的男体若隐若现。鬼啊！二叔最先反应过来，立马往门外跑。我爸扶着门框，双腿抖得像筛糠。我妈更是直接下瘫在地上。苏婉婉经历了几个小时的低温折磨，又被惊吓，加上热水的刺激，她的异能彻底崩盘了。2个人的身影完全暴露在了手电筒的光柱下。裴浩捂着被烫红的大腿，疼得满地打滚，而他身下压着的正是平时在我面前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冰清玉洁的好妻子苏婉婉。她浑身湿透，头发贴在头皮上，冷得缩成一团。看到这幅画面，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我直接按下了手机上的智能开关，切断的电源重新接通，将这肮脏不堪的一幕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好戏终于到了最高潮。我妈发出一声变了调的哀嚎，她连滚带爬地扑过去，她想拿地上的衣服去盖住裴浩，可是那衣服早就在之前被当柴火烧了一半。滚开！余念厉喝一声，她大步走过去，一脚踹在裴浩的身上，裴浩被这一脚踹得仰倒在地。余念，你听我解释。他试图去拉余念的裤腿，却被余念显眼地踢开。解释什么？余念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解释你怎么和你亲弟弟的老婆搞在一起，还是解释你那个破公司里到底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苏婉婉此刻也终于回过神来，她看到站在门口冷眼旁观的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爬过来。裴然老公，你听我说，是他强迫我的。她哭得梨花带雨，试图抱住我的腿。我往后退了一步，冷冷地看着她。强迫你在家里的沙发上、厨房里，还有这刚刚换了新床单的床上。我拿出手机，点开之前保存的监控录像片段，虽然没有他们做那种事的直观画面，但足以证明他们在屋里的轨迹。你隐身一丸用得很熟练吗？我把手机砸在他的脸上，手机锋利的边缘划破了他的额头，鲜血流了下来。苏婉婉的脸色立马惨白如纸，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屋里的气氛凝滞到了冰点，我爸终于缓过神来。你这个畜生！我爸怒吼着，我早有防备，偏头躲过了那一巴掌，反手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用力之大，让他疼得直咧嘴。你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要弄得全家皆知？你让你大哥以后怎么见人？他怎么见人，关我什么事？他敢这样，就该想到有被人看的一天。你们偏心了一辈子，真以为我是个软柿子，任由你们踩在脚底，连老婆出轨都要忍气吞声吗？我环视了一圈屋里的亲戚，刚刚还在饭桌上吹捧裴浩的二叔一家，此刻全都缩在门外，像看猴戏一样看着里面。这就是人性。你大逆不道！裴浩，从今天起，你名下的那些投资我会全部撤出，你那个靠偷东西建立起来的公司，明天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至于离婚协议，我的律师会找。小念，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我是被这个贱人勾引的，是他主动投怀送抱，说要用他的能力帮我。裴浩，你这个王八蛋，是你求我帮你去竞争对手那里偷票输的，你还说等你拿到余家的财产，就踹了余念娶我。好一出狗咬狗的大戏，我站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爽啊，太爽了！这才是复仇的正确打开方式。年度最佳大项，男主这招借刀杀人玩得溜啊！我看着苏婉婉那张因为恐惧和愤怒而扭曲的脸，想起了她包里的那张早孕单。我走过去，从地上捡起她的包，翻出了那张单子，在所有人面前晃了晃，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看着我爸妈，你们的大媳妇没怀孕，但是小媳妇怀了，而且还是你们大儿子的种。这句话就像一枚重磅炸弹，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炸得粉身碎骨。我妈两眼一翻，这次是真的晕了过去。我爸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出轨弟媳还弄出了野种，这在任何一个家庭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更何况是一向自诩门风严谨，把裴浩当成家族骄傲的老裴家。二叔一家在外面窃窃私语，哎呦，这可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就是，还以为多有本事呢，原来是靠女人偷来的。裴浩听到这些话，整个人像烂泥一样瘫在地上，事业家庭名声毁于一旦。余念看都没有多看他一眼，踩着高跟鞋走出了主卧。路过我身边时，他停下脚步。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那个新能源的项目，你比他懂。我知道，这是余念给我的报酬，也是我们结盟的信号。谢谢嫂子。不客气，还要谢谢你让我看清了这趟烂泥。你好，我要报警，我家里进了贼，而且他们身上还涉嫌商业机密盗窃。裴然，你非要赶尽杀绝吗？我是你亲哥。从你上我老婆床的那一刻起，你就不是了。裴浩，跟我们走一趟。请求支援，这里有异常情况。1个月后，我坐在余氏集团的大厦顶层办公室里，翻看着手里的文件。裴浩的判决下来了，数罪并罚，判了7年。余家不仅收回了所有的投资，还让他背上了天价的债务，他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我爸妈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连夜搬回了乡下老家。走之前，我爸甚至没敢给我打一个电话。看完了？看完了。这个项目的后续跟进，我来负责吧。苏婉婉那边有消息吗？我搅动着咖啡里的方糖。前几天有个穿黑西装的人来找我，签了份保密协议。他被送进了一个特殊研究所，据说因为长期滥用异能，加上极寒环境的刺激，他的基因链开始崩溃，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哪怕活下来，也只是一件供人研究的标本。这下他再也不用穿衣服了，多好！一切都结束了。余念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长舒了一口气。我也看向窗外，阳光很好。恭喜男主反杀成功。眼前飘过最后一条弹幕：新生活，我来了。